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。今天我们要把一份超级精彩的资料浓缩成最精华的重点带给大家。其实如果你平常就有在使用 AI， 你大概会觉得它就像个超聪明的顾问，对吧？你可以问他一堆问题，他也会给你满满的建议。但说到底，最后卷起袖子苦命干活的还是你本人。今天我们要彻底翻转这个观念，我们要带大家深入了解 OpenAI 推出的全新 Codex。看看我们怎么把 AI 从一个只出一张嘴的顾问，直接变成一个主动在你桌面上帮你处理公事的数位员工。这绝对会完全颠覆你的工作模式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们直接切入核心。先稍微回想一下，你平常到底都是怎么用 ChatGPT 或是 Claude 的？是不是把问题丢给他，等他吐出一大堆文字，然后你再自己辛辛苦苦的复制、贴上、排版，最后存档？这就是我们目前使用标准 AI 最真实的现况。你确实是在发问，但那些手动搬砖的劳力活，你其实一点都没少做。这种单向的纯聊天模式，说真的，根本还没把 AI 真正的潜力给逼出来。如果你对刚刚说的状况感到心累，相信我，你绝对不是一个人。对于我们这些非技术人员来说，这通常会碰到3个超痛的痛点。首先就是提示词疲劳。天哪，为了一个指令，你得写出长篇大论来解释你的工作流程，结果 AI 还常常给你抓错重点。再来，你每天可能还要浪费大把青春在 Gmail 跟 Excel 之间疯狂复制贴上整理资料。最后，很多人根本不敢去想自动化这件事，因为总觉得，那是会写程式的工程师才懂的高深学问啦。这些挫折感真的超级真实，但也正是今天 Codex 要来帮你解决的麻烦。为了摆脱这些困境，今天的解析蓝图很简单，我们会从纯聊天的痛点出发，带你认识这位全新的数位员工，解析他的4大核心超能力，接着走一遍超快组的设定跟安全机制，了解他独特的计费方式，最后教你如何蜕变成一位真正的 AI 经理人。首先进入第一部分，认识你的数位员工，来看看 OpenAI Codex 的进化之路。要搞懂它有多强，我们得先看看它的底细。早期的 Codex 在2021年的时候，其实只是个帮工程师写 code 的小工具，但现在的2025、2026版本已经进化成一款专为行销、营运等非技术人员量身打造的视觉化桌面 App 了。它背后靠的是最新最猛的 GPT 5.5 跟 GPT 5.4 模型，而且拥有高达100万 token 的超大上下文记忆容量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它不再只是一个网页上的聊天视窗了，它是一个活生生住进你电脑里的 AI 智能体。它会自己打开档案，点击滑鼠，甚至帮你做简报，简直就像一个真正的人类员工坐在你旁边一样。接着进入第2部分，4大核心超能力。Codex 究竟能帮你做什么？现在这个功能最有趣的地方来了，它彻底终结了我们刚刚大吐苦水的提示词疲劳。这是它的第1项超能力，叫做录制与重播。你以后再也不用绞尽脑汁打字去解释复杂的流程了，你只要轻松点一下录制，然后亲自动手示范一次给他看。不管是打开信箱、复制特定资料、打开 Excel 贴上，还是附上图片， Codex 就会在背景乖乖看着你做，把你的动作学起来，变成他的专属技能。下次再遇到同样的任务，他就能全自动帮你搞定，一劳永逸。当然啦，除了单纯模仿你的动作，它有超神的外挂跟自动化能力。Codex 可以直接串接你每天都在用的 Gmail 或 Google Drive。想象一下，你可以设定它每天早上9点准时去收信，自动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报名表单整理成超干净的 Excel。它甚至还能联动 Canva， 或是直接呼叫 GPT Image 2来帮你设计 IG 贴文，剪出一支30秒的短影音。最扯的是，如果你想改网页或简报的界面，你只要点着画面跟他说，把这个标题放大一点，他就在底层默默帮你改好程式码了。你全程连一行 code 都不用看，你可以悠哉的喝着咖啡，看着他帮你把活干完。那它的第4个超能力，就是关于你该怎么管理这位 AI 员工。如果什么都不教 AI 做出来的档案命名或排版，可能还是会乱七八糟。但别担心，透过建立一个叫做 Agents.md 的文字档，
你等于是帮 Codex 写了一本专属的员工入职手册，你可以把你偏好的排版风格、资料夹要怎么命名，统统写在里面。Codex 每次上工前都会先乖乖去读这本手册，确保他做出来的东西完美贴合你个人的工作习惯。我们来到第3部分，快速设定与安全性，看看怎么让 Codex 进驻你的桌面。听到这里，你心里可能会犯嘀咕，听起来超厉害，但我这个电脑小白装起来会不会很想死？所以最关键的重点是，你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技术设定，真的就是3个步骤。上官网下载 Mac 或 Windows 的桌面版 App， 然后用你原本的 ChatGPT 账号登入，就这么简单。而且因为 Codex 最耗资源的核心运算都是在 OpenAI 的云端跑的，所以它根本不会拖垮你电脑的效能。只要你的电脑能顺畅上网，就能顺顺的用。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隐私跟安全性，资料里特别提到了它的沙盒系统架构，提供了3个等级的权限模式。预设是必须询问，也就是 Codex 要点击或修改任何东西前，都得先问过你。这对刚上手的人来说，真的满满的安全感。等你慢慢跟他混熟了，可以开启部分放行，让他自己处理那些低风险的无聊杂事。等到你们之间建立了绝对的信任，你甚至可以开大绝，切换到最高权限的 YOLO 模式，让它直接在背景全自动帮你冲锋陷阵。第4部分，我们来聊聊实务上大家最在意的推理时间与计费方式。既然功能这么扯，那到底要收多少钱？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。Codex 的计费方式非常佛心。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订阅 ChatGPT Plus、Pro，甚至企业版，恭喜你 ，Codex 已经直接包在你的方案里面了，你1毛钱都不用多付，没有额外的单独订阅费用。不过，请大家特别注意5这个数字。Codex 的使用限制不是像以前那样算你传了几则讯息，而是改用一个非常独特的推理时间机制。它会用一个滚动的5小时窗口来当做计算单位，算的是 AI 为了帮你解决任务，真正在背后花了多少运算分钟去思考跟执行。我们把这个计费逻辑拆解一下，以最多人用的 Plus 方案来说，每5个小时你大约有40分钟的 AI 推理时间。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短短的40分钟哦 ，AI 在云端高速运算40分钟，其实等于我们人类好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手动劳动量了。那如果你真的是超级重度使用者，升级到 Pro 5X 方案，你就能一口气拿到高达400分钟的额度，这基本上等于毫无限制了。你的数位员工可以直接24小时为你待命。让我们接着看这一切是如何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终极目标。第5部分，成为 AI 经理人。其实学会用 Codex 最大的收获，绝对不只是帮你省下几个小时而已，而是你整个工作思维的彻底大升级。这就呼应了知名创作者 Dan Covey 的写作架构里提到的那种系统化思维。我们必须跳脱原有的框架，拜托停止再去手动点击，慢慢重新命名档案，把资料搬来搬去了。引入 Codex 之后，你的身份已经从一个在基层流汗的 AI 操作员，直接晋升为一位高阶主管。你的任务是去指挥，并把任务授权给这个24小时不喊累的数位团队。最后，我想用这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来作为今天解析的总结：未来的赢家绝对不是最会写提示词的人，而是最棒的智能体经理人。这句话真的是一针见血，直接点出了未来的职场大趋势。所以，当你今天听完解析，去下载了 Codex 桌面版，设定好你人生中第一位数位员工之后，你想交给他全自动去跑的第一个任务会是什么呢？大胆的把那些无聊的杂事通通丢给 AI 吧，把你的宝贵时间留给真正有价值、有创意的事情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。